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暫別舞台，趙麗穎與王一博的休更期意味着什麼？頂流沉潛背後的行業風向與個人戰略。在流量急速輪替、競爭極度激烈的中國娛樂行業，頂流演員的公開露出與作品產出往往被視為保持熱度的生命線。然而，在過去1年裡，兩位處於行業塔尖的演員趙麗穎與王一博卻罕見地在作品層面選擇了近1年的空窗期。這一現象在業內引發大量討論，為何在新人頻出、市場重新洗牌的時間節點，他們反而選擇按下暫停鍵？這是主動蓄力，還是環境倒逼？是職業路徑的再定位，還是行業結構變化下的必然調整？帶着這些疑問，讓我們回到現象本身，試圖從個體與行業兩個維度理解這場非比尋常的休更。1. 休更的藝術，當頂流選擇沉默。在農業生產中，休更意味着土地短暫的停耕與養護，以恢復土壤肥力，從而迎來下一輪更優質的收成。而在娛樂行業裡，休更同樣可以視為一種必要的策略，在高速運轉的藝人生涯中主動放緩腳步，既是為了沉澱，也是為了重啟。趙麗穎從高產向高質的過渡節點，從花千骨到知否，再到職業轉型期的幸福到萬家風吹半夏，趙麗穎的國民度與演技力同步增長。然而，自2023年與鳳航之後，她在劇集與電影方面都保持了罕見的沉寂。這一沉寂並不意味着停滯。38歲的趙麗穎已走到演員生涯的關鍵節點，她從小白花古偶女主到親自參與人物塑造與劇本打磨的實力派，這一轉變讓她對作品有了更高要求。她不再需要用產量維持曝光，而是需要作品質量來定義後半程職業生涯。因此，她寧願拒絕模式化、同質化的劇本，也要等待能夠衝擊獎項、突破自我的項目。她的休更更像是主動篩選與積累，是蓄力下一次質變的準備。王一博，流量褪去後的深水區修行。王一博的路徑則具有更典型的時代特徵。他從偶像起家，但近年憑電影《無名長空之王》等作品逐步擺脫流量標籤，努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演員。但越接近演員的門檻，越需要沉澱。他不再像 idol 期那樣可以依靠頻繁露面維持熱度，反之，他必須用作品證明自己，這需要學習、訓練、等待與選擇。其團隊也逐漸擺脫以往的綜藝曝光模式，轉向更偏影視化、專業化的路線。在此背景下，1年無新作並非危機，而是一種必須的冷處理，既讓外界對他的演員定位進行自然沉澱，也為他爭取難度更高、製作要求更嚴苛的角色創造空間。2. 行業巨變下的個體抉擇，調整其不是誰的獨角戲。趙麗穎與王一博的停下腳步，恰好發生在整個影視行業寒潮尚未完全散去的時期。在這一大背景下，他們的選擇帶有強烈的時代印記。政策趨嚴，項目審慎，演員週期被重新定義。近年來，影視行業從資本狂歡轉向理性生產，監管趨嚴，題材規範化，資金流縮減，使得整個行業進入結構性調整期。大製作減少，開機數量下降，項目審核週期更長，題材更審慎，資本謹慎投入，對穩票房演員的依賴降低。影視平台從流量優先轉向品質優先。在這樣的環境下，演員再也不像過去那樣1年接3部劇，甚至連軸轉趕戲。反之，等待最合適的項目，參與更早期的劇本討論，成為頂級演員的常態。長週期製作決定空窗幾乎不可避免。以近年頭部項目為例，從籌備到上線平均往往超過2年，電影甚至更久。
因此，只要演員參與至少一個高質量項目，在檔期與劇本開發匹配的情況下出現1年空窗，並非罕見，而是行業結構使然。換句話說，不是演員不拍，而是優質項目的生成週期延長了。3. 作品空窗，公眾消失，頂流的曝光方式在變。儘管沒有影視作品面世，趙麗穎與王一博並未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他們的存在方式比以往更加有策略。趙麗穎，公益、女性議題、都市形象強化。趙麗穎的公眾活動明顯向成熟形象靠攏，持續參與公益，尤其關注兒童與鄉村教育。品牌代言風格轉向簡潔、力量感更強的女性形象，減少娛樂綜藝，增加文化與公益類活動露出。她逐步把自己從偶像化的電視劇女主轉化為關注社會議題、有溫度的實力演員，為未來拓展角色深度與戲路做鋪墊。王一博，舞蹈、極限運動、音樂，多軌發展。王一博雖然沒有影視作品，但他的其他才華並未停下腳步，繼續在摩托車賽場保持職業賽手身份，在舞蹈領域持續創作與輸出，偶爾參與音樂活動，保持青年文化領域的影響力。無效商業減少，品牌合作轉向更高端領域，他的路線更像是在構築綜合藝人的高度，跳出單一影視賽道，用多元身份維持公眾吸引力。4. 流量時代的尾聲，頂流也要告別高產及高熱的舊劇本。在過去10年裡，流量明星的商業邏輯是，只要夠忙，就能維持足夠熱度，只要足夠熱，就能不斷接片。但當流量紅利消退，這一邏輯已經無法成立。觀眾越來越挑剔，作品質量比出鏡頻率更重要。隨着審美成熟，觀眾對作品質量的敏感度遠高於對頻繁露面的期待。一個演員只要有長期影響力的作品，1年甚至2年沒有新劇，都不會對其地位造成致命影響。這種環境下，頂流們必須把精力轉向角色塑造是否有突破，項目團隊是否可靠，作品質量能否支撐長期口碑，能否真正進入專業獎項視野。這正是趙麗穎、王一博選擇放緩速度的重要原因。5. 從職業路徑看休更，這不是退潮，而是升級。趙麗穎衝擊矽谷路線的準備期，她已經證明自己能演好大眾化角色。接下來，她更需要的是能讓行業認可其表演層級的角色，包括社會現實題材、複雜女性角色、情緒密度高的電影作品，更具作者表達的藝術片。越往上走，可選項目越少，這讓他必須慎重。王一博從流量演員向電影演員的遷移。王一博當前的方向非常明確，電影演員的週期本來就更長，角色準備也更難。一部電影能影響演員1年甚至更久，這種路徑必然意味着頻次降低。很多業內人士認為，他目前的沉寂更像是蓄力量級角色，而不是資源枯竭。6. 輿論與粉絲生態，空窗期反而成為檢驗真口碑的時期。在不斷有新流量冒頭的娛樂行業，消失幾個月就可能引發熱度下滑的擔憂。然而趙麗穎與王一博的粉絲粘性極高，且具有結構性特點，年齡層更成熟，消費能力強，不依賴日常營業維持熱情，更看重職業發展而非露面數量。因此，他們可以承受比年輕流量更長的缺席期。更重要的是，空窗期也讓外界有機會重新審視他們的作品，而非沉迷於無意義的營銷噪音。這本身就是一種去流量化的過程。7. 未來預判，沉潛之後，他們可能迎來怎樣的回歸？如果將休更期視作一個周密布局的節點，那麼在未來他們的回歸很可能具備以下特徵：趙麗穎，題材或更現實、
更具社會討論度，有望衝擊更高等級影視獎項，角色深度大幅提升，情感層次更豐富，參與製作或劇本階段的可能性增大。王一博加碼電影可能挑戰更高難度角色反派、心理戲，選擇與資深導演合作，提升專業認可，更少娛樂化露面，更注重作品導向。音樂與舞蹈方向依舊會延續作為個人標籤，他們下一次出現很可能會以作品品質而非商業動作為主導。結語：停下不是退場，是通往更高處的必經之路。在喧囂的娛樂行業，主動選擇沉默往往比高聲喧嘩更需要勇氣。趙麗穎與王一博的休更期，既是時代背景下的自然結果，也是他們走向職業成熟的關鍵一躍。當行業逐漸告別浮躁，回歸作品本身時，真正沉澱過的演員才有可能在下一階段擁有更長久的生命力。當他們再次出現在熒幕上，我們或許將看到的不僅是成功回歸，而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進階。因為真正的演員從來不是在高產中成長，而是在沉默中發酵。